那就只能到了宋高宗啊，宋高宗那就进入到南宋了。宋高宗那个时候的情况啊，我们不见得不能够打赢军兵。比方说啊，金兀术的那个就是拐子马，他是30匹马一起冲过来，当然了，30匹马在一起，当然比一匹马要强的很多，没有错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拐子马很厉害，可是岳飞他们真勇敢啊！我们一心可以破，他怎么样了？要冒险了，要在地下滚到马的身边，砍了个马腿，只要有一条马腿砍中了，那个马就倒下来了，那这个拐子马车垮在了。所以是那个仗是可以打的，岳飞蛮勇敢的。结果怎么回事啊？皇帝不要打，皇帝这个心态啊，因为徽宗、钦宗都在金人掌握之下，他们是正派的皇帝还在，所以他是代理着。他们两个一回来，他再就带不起来，他真的会那么自私啊？其实会心良政，这人做俘虏，他能够活着回到祖国呢，那就了不起了。他怎么可能还跟你争呢？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好，皇帝不要打他，再加上那个丞相，就是非常有名的秦桧。秦桧很聪明，秦桧懂得皇帝的心态啊，就压制这个主战派啊，压制岳飞这些。那甚至还跟大家说岳飞的队伍莫须有啊。像那个有名的将领就是韩世忠啊，韩世忠就说莫须有，你如果要排斥一个人，必须要讲他的罪名。不需要罪名，能够服天下吗？莫须有能够服天下吗？所以这个南宋来讲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个文宗的这个形容说的真好，渡江以来，渡过长江啊，不是北方的汴京了，不是开封了，而是在杭州这建立一个小王朝，就是南宋。他渡江以来，百年汉武啊，百年汉德，喝了100年的酒，跳了100年的舞，黄河就是援兵的后备兵南下。首先是陆军总司令罗天祥兵败被俘，海军张世杰把船开出来拼命，碰到大风全完。然后是陆秀夫宰相抱着小皇帝跳海殉国，宋朝亡国了。时代的情况大致是如此。